江婉宁，本王说过，你若再逃跑，本王不会放过你。齐玄烨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哪怕你变成一具尸体，也只能是本王的。前世我听信江若清和齐成策挑拨，我厌他，怕他，甚至帮齐成策夺了他的兵权。丞相府贪污，定北侯府通敌，满门问罪。我以为他会护我，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全家。他们要用我诱杀齐玄烨。别过来，齐玄烨，走啊！阿宁，别怕，等我。他们是真正爱我的人，从来不是齐成策。他为我一夜白头，也死在我身边。我重生了。齐玄烨，齐玄烨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他说对不起本王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好好爱你，好好偿还我犯下的罪孽。他一向厌恶我，怎会突然愿意靠近？定是为了逃跑，又想让本王放松警惕。江婉宁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好疼！阿宁，是我不好，告诉我撞到哪儿了？前世我怎么就看不出来？他是真的心疼我。玄烨，良宵苦短，咱们不要辜负。他越主动，越说明他在骗本王。别妄想用这种方式欺骗本王。本王不会放你出去，你是本王的女人，除了嫁给本王，你别无选择。再敢逃，本王打断你的腿。这一世我不会再逃。齐成策、江若清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姐姐，江若清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姐姐，姐姐你还好吗？前世将我推入深渊的好妹妹来了。这一下是为了背上通敌罪名的定北侯府，这一下是为了齐玄烨。王爷，前世他假装姐妹情深，实则步步算计。他们明明姐妹情深，今日却突然反目，难道是在联手演苦肉计？住手！还差8下，为什么不打了？心疼了？没有。他怎么可能心疼江若清？他只是怕我难过，怕我恨他。那为什么不打了？你分明就是心疼他。阿宁，不是，本王只是……还差8下，我能自己醒醒吗？好，阿宁想做什么，本王都依你。这一下是为了被你骗得聊团转的我，这一下是为了满门惨死的丞相府，这一下是为了背上通敌罪名的定北侯，这一下是为了齐玄烨。这不是姐妹争执，分明是深仇大恨。阿宁，够了，别打了。铁铮，把他送回丞相府。是，主子。齐玄小你无耻！睡了我提起裤子就不认账，说什么要娶我为妻，都是骗我的。齐玄烨，你这个骗子！阿宁，我没骗你，我是真心想娶你为妻。你要去哪儿？阿宁，本王还有许多事要处理，夜深了，你先歇歇。不许走！阿宁听话，本王明日再来。齐玄小你无耻！睡了我提起裤子就不认账，说什么要娶我为妻，都是骗我的。齐玄烨，你这个骗子！阿宁，我没骗你，我是真心想娶你为妻。我不相信，我做梦都想娶阿宁为妻，若有半句假话，让我不许胡说！阿宁，信我，你留下来陪我，我就信你。好，我真的回来了，齐玄烨还活着，
我还有机会弥补一切。本王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从此刻起，你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。我不会后悔的。齐玄燕，你要了我的生，我现在没了清白，除了你，没人肯再要我，所以你必须对我负责。说好娶我为妻，不许言而无信。你当真愿意嫁给本王？不然呢？阿宁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是不是觉得我这张脸丑，想反悔了？不是，阿宁是本王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。也就是说，王爷非娶我不可，对不对？我好歹是丞相府嫡女，我想从丞相府正门风风光光嫁给你，所以你得先放我回丞相府。费尽心机演一场苦肉戏，便是为了同本王提出回相府。你就那么厌恶本王？你听记好，就算你把生子给本王，本王也不会放你离开。阿宁不哭了。我没有使苦肉计，也不是美人计，我只是终于发现有个傻男人一直爱我。他说的是启程策，只要阿宁不哭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明日我送你回相府，以后也不再阻拦你和启程策。齐玄燕，你这个大骗子！我想嫁给你，你却把我推给其他男人。他说想嫁给本王。阿宁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不，我就算说上千百遍你都不信，我还说他做什么？我信，阿宁说什么我都信。我想嫁给你。本王相信的，可他爱的一直是启程策。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当真愿意嫁给本王？齐玄燕，我想嫁给你，只想嫁给你。本王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辈子我只嫁你，你不娶，我便剃度出家。本王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从此刻起，你再也没有反悔的余地。我不会后悔的。那我明日可以回相府吗？好，裴正会跟着你。好。阿宁，别骗本王，若要骗，就骗本王一辈子。发遂那场大病后，我脑中多了许多奇怪记忆，医术、功夫，甚至这个时代未见过的热武器，都会成为我护住家人的底牌。宁儿，我的宁儿受苦了，都怪娘没用。前世是我愚蠢，害得爹娘惨死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护住他们。娘，女儿没事，王爷待我很好的。娘不要哭了，仔细眼睛疼。宁儿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摄政王害的？爹娘，女儿脸上的伤疤与王爷无关，是女儿不小心吃错了东西。王爷请太医为女儿诊治过了，好好调理，3个月便能痊愈。当真3个月便能痊愈？爹，当然是真的。这疤本就是我自己下毒留下的，我既能下毒，也能解毒。老爷，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老爷，青儿刚刚又吐血了，你快去看看青儿吧。装可怜是吗？江若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嫡姐动手！我没有，是他故意害我。爹，青儿好疼。青儿的伤不是已经上过药了吗？怎么会突然吐血？老爷，二小姐的外伤虽已上过药，可二小姐伤的实在太重，伤及内脏，加上心气郁结，才会突然吐血。爹，青儿会不会死啊？二小姐的伤不会危及生命，只是伤口太深，即便用最好的药，也恐怕会留疤。不要，爹，我不要留疤。大小姐，青儿可是你的亲妹妹，就算她真做错了什么，你责骂几句便是，何至于毁她一辈子？姐姐，青儿从未害过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青儿、柳姨娘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？我根本不知道妹妹为何受罚。前世我被你们母女骗得团团转，这一世也该让你们尝尝被冤枉的滋味。
江怀瑾，你什么意思？宁儿什么性子你不知道？你若敢冤枉我女儿，我一纸休书休了你！夫人误会了，我从未怀疑宁儿。爹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是姐姐在摄政王面前污蔑我，害我被打30大板，她还亲自手打我。妹妹，我知道你受了伤，心里难受，可王府之事，其实我能做主的。你不能因为怨恨王爷，就把罪名都推到我身上。江婉宁，你少假惺惺！青儿，怎么跟你姐姐说话？爹，青儿受了伤，脾气不稳定是人之常情，我不怪她。青儿，你要是有什么不快，都可以冲我来，但是现在能不能乖乖治病？江若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嫡姐动手！我没有，是他故意害我。青儿，你太让为父失望了。爹，妹妹不是故意的，她伤重心气不顺，我不怪她。我越退，他越疯，父亲就越失望。青儿，这一局，我只是让你们尝尝什么叫百口莫辩。老爷，青儿伤得这么重，你不能不管青儿啊！即日起，二小姐和柳氏禁足西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允许踏足。若有谁不从，直接杖毙。青儿，我的青儿，青儿，你别吓娘啊！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做你的妻子，我要亲手斩断你伸向江家的手。小姐终于回来了，小姐您可算是回来了，奴婢们都担心坏了。前世他们为救我，落入齐承泽手中，这一世他们都会好好活着。大小姐，我奉老爷之命，前来为大小姐检查脸上的伤。顾清河，跟我进来吧。顾大夫，你可看得出我这张脸是误食中毒还是人为？我要听实话。大小姐毒，这不像寻常误食。我当然知道这毒从何而来。前世为了让他讨厌我，我亲手给自己下毒，这才有了这道黑疤。可这一世，我不会再用这张脸伤害自己。小姐放心，按照我的药方调理，不出3个月便能痊愈，不会留下半分痕迹。体内的毒是我特制的，连太医院院正都瞧不出是何毒，顾清衡居然信誓旦旦保证能解毒。顾清衡不敢欺瞒小姐，小姐的脸，顾清衡确实可以治好。顾清衡医术竟在院正之上，凭他的本事能大展宏图，却甘愿屈居在小小的丞相府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府医。顾清衡多谢小姐信任，小姐若是无事，我先告辞了。齐承策，很快我们就会再见了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做你的妻子，我要亲手斩断你伸向江家的手。宁儿回来了，看来姑该去见见她了。青儿，怪娘无用，没能保护好你。这不是娘的错，青儿从未怪过娘。江婉宁变了，变得极其恶毒，不像从前那么好骗。她如今逃出了摄政王府，一定会跟我抢太子哥哥的。咱们得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毁了她。青儿说的对，咱们可以。我伤愈之时，便是江婉宁被毁之日。小姐知道奴婢都听到什么了吗？简直气死奴婢了！说说，小姐，您不知道，二小姐不仅想跟您抢太子殿下，还说要想个阴毒的办法毁了小姐，是狼心狗肺。什么？他们竟敢算计小姐，可恶！在王府住的这段时日，我早就看清了她的真实面目，不会再跟她姐妹情深。小姐既知道二小姐心肠歹毒，为何还要帮她跟老爷说好话？她到底是爹的亲生女儿，爹不会眼睁睁看着她死掉的。与其让父亲自己软下心来，不如我主动卖她一个面子。将来她和柳姨娘要是做了什么伤害我的事，父亲只会认为她身将仇报，只会处置得更狠。那就任由他们使坏算计小姐吗？把这个东西加到江若清房间的甜箱里，注意安全，小心被发现。小姐放心，奴婢身手好着呢。对了，小姐，方才顾大夫去给二小姐医治的时候，奴婢看到二小姐的身子被顾大夫瞧了个遍。二小姐醒来很激动，倒是顾大夫没有任何反应，只说不会让二小姐留疤才那么做。这事还是柳姨娘首肯的。她伤得那么重，被顾大夫看了正常。你先去办事吧。是小姐。关于顾大夫，你知道多少？小姐，奴婢对顾大夫了解的不多，只知他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。去查查他的身世和过往，事无巨细，我都要知道。前世我从未关注过顾清衡，不知是重伤后变得敏感了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。
我总觉得顾清衡身上藏着什么秘密。宁儿，是大哥。都是及笄的姑娘了，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？宁儿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告诉大哥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的？宁儿，怎么不说话？是我自己吃坏了东西，顾大夫说能治好，大哥不必担心。宁儿这2个月瘦了许多，摄政王他……大哥，及笄宴那日，摄政王强行把我带回王府，做法确实过分了些。但这2个月，我与摄政王朝夕相处，他对我无微不至，我觉得他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良人。宁儿，你是不是脑子烧糊涂了？摄政王手段狠辣，残酷无情，谁人不知？当日，摄政王强抢小妹入府，害小妹一日之间沦为整个京都的笑帚和谈资。大哥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你不是喜欢太子殿下吗？大哥，我不喜欢太子殿下，我喜欢摄政王，今生非他不嫁。要是大哥敢给我乱点鸳鸯谱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，都依你。你来做什么？就这么不愿看到本王？哪有？我的意思是，堂堂摄政王半夜爬窗，传出去有失威严。本王不在意。王爷来找我做什么？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还能做什么？他唤我王爷，不唤玄烨，他果然还是怕我。别走！夜深了，本王该回去了。如果玄烨，我可以的。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本王没生气。阿宁记住，本王不需要你取悦本王。相比于身体的本色，我更想要他的真心。怎么了？是激动了？阿宁，本王过几日再来看你。前世，齐玄烨似乎没有这么温柔过。这不是江大小姐吗？怎么入宫赴宴还戴着面纱？季明说，他从小心仪齐成策，也因此一直敌视我。前世赏梅宴上，他当众向齐成策示爱，可齐成策毫无回应。后来钟永侯寿宴上，他设计爬床，逼得齐成策娶她为侧妃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齐成策为笼络钟永侯自导自演。我家小姐想戴就戴，关你何事？贱婢，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，找死！本小姐的人也是你能动的？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动手！季二小姐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本小姐动都动了，你说本小姐敢不敢？江大小姐的脸怎么变得这么丑啊？江大小姐的脸是怎么了？怎么忽然多了一块那么吓人的黑疤？前江小姐可是咱们京都第一美人，清白没了，美貌也没了，怎么还有脸来参加赏梅宴？你们休要胡说！我家小姐……请我随他们去，把面纱捡回来。西西，婉婉，是不是在为和亲的事苦恼？婉婉都知道了，父皇已经召见过我了，和亲之日定在下月中旬。别担心，我能帮你推掉这门亲事。宁儿，明面上，我暂时不能与他撕破脸皮。臣女大哥偶感风寒，一直在照顾大哥。淮南病了，严不严重？有没有请太医？多谢殿下关心，大哥已无大碍。那日齐玄烨将他强行带走，又突然送他回相府，必然是发生了什么事。等宴会结束，我得好好问问。哼，无望赫连世子到，三公主、五公主到。他又不会吃人，西西别怕。
这双眼实在是太美了。该死的冻龄狗皇帝，有这等姿色的公主，竟然藏着掖着，是不是要再用3座城池将她带回吴王？大哥哥，怎么不走了？皇后娘娘，臣女季明书愿献上一曲落梅舞。落梅舞，这不是江若清赏梅宴准备的舞吗？这一世江若清没有来参加赏梅宴，便把这场舞给了季明书。君不见三生石畔是爱成我，然而流年空已随缘错。娘娘，臣女雕虫小技献丑了。赏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多谢娘娘赏赐。我在场上冻得双手都僵硬了，可江婉宁什么都没做，便能得到太子殿下的注意。娘娘，臣女方才的落梅舞曾得到过相府江二小姐指点，她的武艺在臣女之上。可惜今日宴会她因病没来。不过江二小姐是江大小姐的妹妹，不如让江大小姐舞上一曲助兴。我要让所有人看见她那张丑脸，让太子殿下看清谁才配做太子妃。江小姐，今日既然大家都想看，不如上场舞一曲。不瞒皇后娘娘，臣女从前确实习过舞，但臣女今日却无法上场，因为臣女的脸留疤了，着实难看，还请皇后娘娘恕罪。本宫上次见你还好好的，怎的留疤了？臣女错失东西。娘娘，臣女一时手滑，才致使面纱吹落。臣女不是故意污了皇后娘娘和诸位娘娘的眼，还请娘娘恕罪。还以为江婉宁有什么高明手段，简直蠢不可及。这下太子殿下断不会娶她。原以为是惊鸿一瞥的绝色美人儿，没想到丑得出奇。母后，江小姐是无心之事，请母后莫要怪罪于她。侧儿，本宫岂是那般斤斤计较之人？多谢母后。江小姐既不是有意，本宫不怪你，坐下吧。臣女谢皇后娘娘。若是不知齐成策为我说话的真实目的，任谁都会被他的深情所欺骗。如今我不会。我主动维护，没得到江婉宁的感恩，反倒是我的深情惹得不少千金嫉妒。为什么太子殿下还为她说话求情？难道皇室能容忍一个容貌尽毁、清白尽失的女人做太子妃？皇后娘娘，臣女本宫听闻吴艳女子的舞姿与东陵大不相同，早想亲眼见识一番。不知三公主和五公主可愿舞一曲？能得皇后娘娘赏识，是阿拿和阿金的福气。蒙娘娘不嫌，阿拿愿意舞上一曲助兴。阿金也愿意。娘娘，阿娜擅长编舞，便献上一曲编舞助兴。五妹，该你上场了。原以为和亲是件痛苦的事，没想到东陵皇家比我预想的要友好。我根本不想上台被当猴看，可又不能不上。娘娘，阿倩的编舞不及3节，便吟诗一首，望娘娘喜欢。她分明只有14、15岁的模样，可偏偏那双眼深沉无边，好似经历了几十年的人世冷暖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